12月28号，小米汽车发布会发布了一堆技术，但就是没说具体的价格，可谓是吊足了米粉的胃口。手机时代的价格屠夫，汽车时代，雷军直接否掉9.9和14.9万，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是吧？有人说30万，有人说40万，这不禁让人好奇，小米汽车到底会卖多少钱呢？本期视频我会详细拆解发布会上公布的技术，并借此推测小米汽车的价格区间。大家也可以把你预期的价格发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这次的发布会一共发布了5个技术，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们先从电池说起。小米发布会上的这款电池，毫无疑问肯定就是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电池倒置也是麒麟电池的一大特色。然后就是这块真800伏的101度电池包。说到800伏，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快充，但其实快充只是800伏高压架构中的一个功能。完整的800伏架构除了快充，还有电池、电机、车内线材等等。一般来说，车企口中的800伏分为3种，纯800伏也就是电池、电驱、空调等所有高压部件全都是800伏。这套平台的好处是电机电控迭代升级，能量转换效率高，但缺点就是得加钱。半800伏也就是将部分关键组件升级成800伏，但是一些其他次要零部件依旧还是400伏，比如空调、DC/DC 等。优点是既能控制整车成本，又能平衡驱动效率。800伏快充也就是整车只有一块800伏的电池组，在电池组和其他高压组件之间有一个额外的 DC/DC， 将电压降低至400伏，或者是2个400伏电池通过智能串并联实现充电800伏，放电400伏。这一方案主要解决的是补能问题，所以下次在买车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一下了。800伏成本高的主要原因还是需要将传统硅基半导体器件替换成碳化硅器件。碳化硅器件的开关损耗低，效率高，自然成本也就更高，并且800伏平台所需的电芯也更小，电池成本也会更高。800伏对车主的使用体验提升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续航和性能。除了充电更快以外，800伏平台的能源利用率也会更高，续航自然也就间接被提高了。因为800伏的铜损更低，电机逆变器功率密度更高，也就是同体积的电机扭矩和功率会更大，就是电摩和电瓶车的区别。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宁德时代100度电池的车型应该是极氪001WE， 起售价30万，所以我这里初步推断小米汽车速7 Pro Max 的价格肯定在29.99万起步，速7大概会在22.99万起步。接着就是电机，从速7 Pro Max 对比的车型，我们也能看出雷军对小米汽车的定位肯定不低，并且在大部分参数上也确实领先竞争对手，特别是雷军一直强调的21000转的转速。电机转速的高低是和体积重量相关的，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转速越高，体积重量就越小，并且对于厂商来说，提高转速和减小体积也是降低成本的方式之一。国内主流在用的永磁同步电机的转速也从最早的12000转到现如今突破2万转，但明明就是降低成本的方式之一，为什么2万转的电机现如今还没有普及呢？是厂商不想吗？是真的做不到。表面上就是一个数字从12000变成21000，但这个背后厂商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首先是转速高了，离心力自然也就更高了。为了防止转子不碎，以及当转速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相关的结构强度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转子绕组端部、换向器、磁钢的颈部结构等零部件。传统的设计和颈部方法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就必须采取特殊的设计和工艺来解决问题，就是得加钱。接着轴承、旋转电机都离不开轴承，轴承除了它的承载能力以外，还有一个轴承档的线速度，可以简单理解为轴承能承受的最大转速，这就需要换更好的轴承，得加钱。而且高速电机转速会超过转子结构的1阶临界转速，进入2阶临界转速。说人话就是，这个时候转子因为转速过高会像面条一样软，就必须要对转子进行精确的动力学分析计算，并采取相应的抑制措施，需要加钱。除此之外，还要抑制高转速产生的噪音，专门设计变频器，所有部件都需要精加工，还需要考虑电磁兼容性能等等，都是要加钱的。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散热，21000转的电机发热量肯定不低，要是热量压不住，电机就会出现不可逆的退磁情况，一旦出现退磁现象，这电机也就差不多废了。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品牌都只说明白不敢下赛道的原因。目前可以肯定的电机性能强悍的品牌，蔚来、极氪、仰望等等，而小米速7定为一台偏性能的轿车，所以在散热上下足了功夫，叫双向油冷散热技术。目前新能源电机的冷却方式多为液冷散热，这个 PC DIY 玩家就非常熟悉了，也就是在电机机壳或内部设计密封的循环水道，根据散热介质的不同，可以分为水冷和油冷。这里的水不完全是水，而是水和乙亚醇混合溶液，用来提高沸点和降低结冰点，不然在东北瞬间就冻成冰疙瘩了。水冷大部分还是在机壳内部设置循环水道，水道的结构主要有3种：圆周形、螺旋形和轴向型。也可以在定子铁芯上设计循环水路，对定子进行高效冷却。油因为具有非常好的绝缘特性，
所以可以直接在电机内部流动，和电机的绕组、定子等发热部件直接进行热交换，也可以在机壳内部的水道中循环流动，也就是直接油冷和间接油冷。从小米发布会上公布的图片来看，应该是后者，但直接油冷肯定是未来的趋势。现在成本太高了，不能大规模应用，但间接油冷的散热系统成本也不低，所以速7 Pro 或者 Max 的价格可能会提到30.99万起步，速7大概率会在23.99万，但是这个价格肯定不对，因为小米汽车使用的一体化大压铸技术，这是一个只有爆款车型才能使用的技术。所谓一体化大压铸，就是把传统的几百个零部件先冲压成型，再焊接组装，换成了几个零部件压铸成型再组装。这说明一个一体化压铸需要形状复杂的金属模具，又意味着它的通用化很低，只能专车专用。在新能源车型中最早使用该技术的特斯拉 Model Y 的后地板也只能 Model Y 用，不能和别的车型共用。这项技术的优点就是生产成本效益明显，减轻重量和提高结构件完整性，但缺点就是初期的投入非常高，兼容性非常差。也就是说，这台车无论如何都需要卖爆，所以价格自然不能定得太高。所以我觉得速7的价格可能22.99万起 ，Pro 26.99万起 ，Max 29.99万起，大顶配可能来到35万左右。而且从这次只一体压铸后地板就能看出，小米是想做一套自己的滑板平台出来，后续只需更换后地板就能变换车型。汽车行业常用的模块化思维已经在速7上有了非常强的体现。第二点就是3段式后地板防撞设计，这算是真的为消费者考虑的一点，毕竟一体化压铸件的更换成本可不便宜，特斯拉就是最好的例子。接着就是自动驾驶了，这也是我个人认为让小米汽车能否在行业内站住脚的根基之一。新能源汽车的上半场是电能化，下半场是智能化，是行业共识。目前来看，就从发布会上的代客泊车、立体车库停车、超高的识别精度来看，小米的自动驾驶只强不弱，后期可能能和现在 T0 级的华为叫板。在小米内部，自动驾驶的优先级应该是非常高的。在21年宣布造车没多久，小米就与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DeepMotion 订立股份购买协议。在22年8月的年度演讲中，雷军也说了，自动驾驶是汽车工业最复杂的模块，不仅密度高，且与安全高度相关，也是小米汽车的第一个突破方向。并且在宣布造车之前，雷军就先后投资非常多自动驾驶相关公司，宗木科技、何赛科技、几何伙伴、爱博车、黑芝麻芯片、涉及激光雷达、视觉传感器、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核心传感器等方面。小米在发布会上公布的自动驾驶技术 BEV 加 Transformer 也是目前行业内最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之一。BEV 负责统一视角，将各种传感器的多模态数据融合在同一个平面上，提供全视角并消除数据之间的遮挡和重叠问题。Transformer 则是通过自注意力机制，可实现全局理解的特征提取，有利于寻找事物本身的内在关系，让智能驾驶学会总结归纳，而不是机械式学习。简单来说，就是车越开越智能。当然，这一前提是小米汽车卖爆了，能提供非常多的数据，所以这里也决定了价格不会太高，如网上所说的30万起步。当然，具体的真实实力还是得汽车交付之后才能知道。这绝对是小米强势的地方，也是手机厂商的优势。华为的鸿蒙座舱、魅族的 Flyme Auto、小米的澎湃 OS， 基本上可以认定为车圈前3的车机系统。尽管小米汽车还没开售，但手机厂做车机就是降维打击。此次的智能座舱重点不是多大的屏幕、多强的手机车机互联，而是小米生态的一种补充。因为在进入新能源时代，汽车工业的内核已经从机械工业向信息工业和消费电子转变。对于小米来说，造车是必然的，因为 AIoT 才是小米的终局，并且现在已经有车企开始尝试在车机中植入大模型了。我相信这对未来的交互方式肯定是颠覆性的。小米本身的生态链从智能穿戴设备到智能家居，覆盖了各种生活场景，拿到了这些场景的流量入口。而我们大部分人一天的行动轨迹基本就是家、路上、公司，在这每一个场景中，你几乎都能在小米商城找到对应的产品。而小米目前差的只有汽车了。从行业趋势可以看出，未来人工智能加物联网最大的应用场景就是智能汽车，这同样也是雷军需要小米汽车卖爆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小米要在发布汽车之前发布澎湃 OS 的原因，并且通过澎湃 OS 还能打破一件事情，那就是能让车机一直保持流畅。因为车机芯片是不能替换的，8155已经被8295替代，但是大部分车主也不可能因为这个换台车，所以手机车机互联的方式可以让手机作为车机的一种补充。毕竟从演示上来看，运行还是在手机上的，也就是说，想要一直体验丝滑的车机，只需要更换最新的小米或者苹果手机就好了。这可能也是雷军的一点点小私心。小米汽车无论是自动驾驶技术还是智能生态，都需要小米汽车卖爆。但综合发布会上的技术来看，小米汽车肯定不会便宜，至少不会低于19.99万的价格，但肯定会是同价位或者同定位车型中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之一。需要强调一下，性价比从来就不等于便宜。这里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明年的小米汽车发布会，我相信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